欢迎来到今天的风声奥文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在你身边偷偷守护你哈？那我们把它揪出来。好啦，不是啦哈，我们来帮你寻找一下，给一些线索了哈。但是记得，如果有非常吻合的，不要把它说破哈，你自己心里知道就好了。来，这是今天2张牌哈，等一下近看的时候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来，第一张。好，第2张。好，那就这2张哈，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今天的题目是谁在你身边默默守护你？哈，来，那我们要从哪个位置来寻找它呢？好了，我们就从最物质世界、无感的世界来探索就好了。好，我们先从那边分散出讯息来看，然后我们再去延伸哈。但是我还是先把其他位置的牌先抽出来哈。好，就这些哈。那物质世界牌在这哈，来，我们来做一个分散哈。我想一下哈，我来做一下，找一下它的位置哈。这些先找一下它的行踪哈。好，一张一张分。来，先看，他把你当家人一样看待哈，然后他把爱你的那一份心意，然后转成让你感觉是非常非常像家人这样。那我先说，我们今天找的那一个人哈，他对你的爱是爱情的爱，那种原本是家人的爱、兄弟姐妹的爱，那个我们一开始就不抓。我的意思是说，他一开始对你的感觉是爱情的爱，然后他慢慢的把它包装或转换成适合你们关系的那个爱，它就变得可能像家人，可能像兄弟姐妹，或者像你的soul mate，或者像你的 best friend 这样。那今天的主题啊，我觉得我要找的这个人哈，我抓的这个人，他不会特别去张扬或彰显或邀功他对你的保护或他对你的付出。我觉得他不太会做这件事，他都会把已经对你做的很多好事都隐藏起来。然后有的时候你有一些事情被解决了或什么，如果你不开口请他帮忙之外的，他帮你的事都是偷偷就帮你做好了，他不会说太多这样。有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在你的角度上，你已经觉得他帮你很多了。只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他其实是爱情的爱。那我通常捕捉这个角度，其实还有一个目的是，我想要看看这一个人在你身边虽然他已经定位完他跟你的关系，可是未来还有没有可能成为在一起的恋人？有的时候机会很大，有的时候前面这关系只是你们的整个很长的这个关系的初期或前半段，后面还是有可能会变成恋人的。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捕捉这个状态哈。来，我们现在来看到这里，他有一点点像你的长辈或是前辈，我觉得前辈啦，不要到长辈了哈，因为有的时候你们的年纪不远，但是他会把自己树立成好像你有任何疑难杂症或心理的事情的时候问他，他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解答的角色，所以他会有点长辈，可是他其实是你的前辈，反正他就是基本上他年纪可能在比你再大一点点。好，他有这个角度，那他常常会给予你东西，他可能出国或什么，就会过年过节他就会买东西给你。他有这个基本的，在他的角度上，他已经把你当成弟弟妹妹看待了。可是这个并不能否认他对你的爱还是爱情的爱，只是他知道不可以，他知道不要走那个方向，所以他已经把它包装成，或是已经转换的蛮好的。目前看起来是这样了哈。来，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部分哈。这2张我要看一下，他现在把自己的位置走到了哪里了哈。
权杖二哈，这2张都是有发现，已经有确定他跟你的关系的未来可以走到哪里，他已经非常确定了。那这边其实有说你们2个的关系，其实现在还不是一个结果结局，还有机会在变化，是还有机会在变化的。2种变化，一种是其实他可以选择的，他其实有能力变换你们2个的关系，他其实有能力，但我觉得他似乎没有往这边走，因为他知道这一个关系要付出的代价很多，需要适应，需要很大的转换，很大的转换。我觉得他没有往那里走，反而是他现在跟你维持的关系，他觉得就这样子慢慢的走下去最稳，然后最持久、最长久而且那一个世界也比较安静，也比较安静。以美感来说的话，他现在所选择的那一条路，蛮像是在炎热的夏季的时候，有一些微凉的傍晚，陪你一起散步的那一种感觉，这是他现在要维持的跟你的关系。那另外一条路是，他可以。如果他有意识的想要跟你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或是改变现在的关系，或是突破家人这个，他知道他可以，他也可以选择。可是那一个方向的感觉，给他来说是一种炙热的阳光，有点像是夏日已经非常炎热的夏日的感觉，好像要烧掉、退掉另外一层皮的感觉。好像要经历一段小小的折磨或痛苦，才能够走到那个位置。他知道他可以，但是他不希望你和他这样子往那里方向走。所以目前以他的角度跟他的选择来说，你们现在的关系可能是他所认为的结局啦。但是我还是可以往下看哈，因为为什么往下看？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还没开窍，或是他还没有想对，还有你这边的能量可能不一定是他想的那样。也许你对他的感觉不是长辈或前辈，也不是他以为的把你当成弟弟妹妹。其实也许你对他的感觉是，我们是可以在一起的，我们是对等的，没有谁比较老啊，谁比较年轻啊，谁比较强，谁比较弱。也许你的感觉是这样。来，我们还是再看一下看一下别的。哇，我只能说这2张牌是有在说你们的关系是有希望变成恋人的，有别的路径的，不是现在他所看到的路径那是唯一的路径，不是这边说在2种不同的觉醒方向心智上跟灵魂上都有机会觉醒成新的关系。既然恋人牌都直接出现在那里，我觉得在心灵上、灵魂的觉醒，也不是说灵魂的觉醒，就是理智上的觉醒上，其实是可以讨论的。这份关系是可以讨论变化成恋人的，而且在这个范围里是说合理，它是用合理来解说，表示以他的角度来说，可能他进入了盲点。而且他认为你们的关系只能这样子，已经认为很久了，所以他可能没有想过有想过，可是我觉得很早想过，可是他已经确定说会有大的改变，可是他可能因为日新月异，然后时间的推进，这样日换星移之后，他可能没有察觉到你的成长、你的进步，已经追上他了。然后已经跟他在对等的位置，所以其实你们可以变成恋人的机会有慢慢的提升。然后这边想说，其实在一个非常理性的角度来说，不是从感觉的，这边是说是可以成为恋人的，是有那个机会的。而且在这一个情境上面是非常美妙的一种森林的感觉，有各种让人感觉正能量的动物灵魂在那边环绕的一种气氛。所以是觉得那一个环境的各种东西都是支持的，是支持可以往那个方向走的。那从这里
看到的灵魂上的觉醒是说，其实你们两个会有一份新的向往。新的远方，只要你们两个同步的看到了那一个未来的可能性，是有可能在一起的。所以，所以1号牌的朋友，这一个人很有可能是你未来的新恋人，就在你附近环绕。那机会点，先说，如果你可能猜到是谁的话，我觉得你尽量跟他保持不错的关系，然后跟他有更多的对话。我觉得你们差在心理内在最内在的事情，可能还没有交换，还没有找到那一个点。因为他的角度，就像我说的，他把你当成弟弟妹妹嘛，所以他可能大部分的时间没有办法很认真听到你心里的声音。你们应该都感觉到这种除非你有非常渴望的想诉说，他才会听到。因为会觉得自己是别人的哥哥姐姐的人，通常啦，我不能说全部啦，通常啦，都会觉得他猜得到弟弟妹妹的心思，是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盲点所以，除非是弟弟妹妹非常渴望的想要跟哥哥姐姐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才会停下来认真听，差不多是这样。这是一个大概念，不是一定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可能会有一些盲点，他会以为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看得懂你身上，可是其实你们要有更多的对话，他才会知道说，原来他知道的角度不够方方面面，他不是很完整认识立体的你，所以他才会有一些契机出来说，原来你们是站在同一个平衡点上，其实是平等的，或是对立的，或是和谐的，他就会有一种爱情的能量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跑出来。那你们还没有共同的强烈的对未来的价值观的共识，还没有出现应该说你们很少讨论到这个问题啦。也没有比较像是恋人的相处方式过，就是初期人跟人有好感的那一种相处方式过，就是一起出去啊，就只有你们两个人啊，然后一起在咖啡厅坐着，什么都不说，就只是在那边休息啊、玩手机啊、看书啊，想要讲话就讲几句，然后在那边闲晃散步，这种很像刚开始恋人的那些模式，这边好像都还没有出现。所以其实你们的关系，我觉得是算是没有体会到什么是恋人啦。我觉得因为太早期，他可能发现自己对你的感觉是不同的时候，他就先把自己先制约起来了。即使他原本对你的感觉是到现在都还是爱情的，可是他已经有点僵化了，在行动上跟动作上，他就有点僵化了。这样来，没关系，既然台面上是有支持的可能性，那我们就把那个期望抱持着我只能说，这里讲的是没错啦。他是觉得确实是有一个很高的墙需要需要突破，那个是需要去承受一些改变，然后他可能会有压力，所以我认为你们的关系还是慢慢的变成有恋爱的感觉就好了，不用。如果你已经猜到是谁的朋友，我觉得不要特别去突破。我觉得你只要慢慢的跟他靠近跟你们的对话有一些比较多、比较不一样的内容就可以了。这样我觉得这样就能够对你们的关系有一些不错的进展。来，等等好，因为会反光了，我把它提高一点。坦白说当你们开始有意识到彼此是有恋爱的可能的时候，前面初期会有一些挣扎期，会有一些适应期啦，那个是非常需要突破的啦。可是，在这个关卡里面，你们会找到彼此一些非常特殊的连接，会超越现在的状态啦就像我跟你讲的，你们内心有一些话内容要交换，要多交换，要多。我觉得你们连内在最深的秘密都还没有真的交换过啦我所谓的最深的秘密，除了一些悲伤的事情，它还有喜怒哀乐的事情。它有比较浅的跟比较深的。
我跟你说，如果都只是交换比较深的那个方面就不全面，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很浅的，譬如说别人的八卦、说别人的坏话，那个都算哈，因为那个才会比较立体、比较比较多面。那你们的底下所交换的东西，可能现在还是有一点点固定，没有比较自由自在一点，要再更多，要再更多，它才能够激起那一个恋爱的可能性啦。因为现在有一点封锁住了，现在有点封锁住了。来看一下这里。牌面是觉得牌面是有看到未来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它的未来可能性跟前面的未来可能性，它定义的是说是好的，是美好的，是会越来越和谐的，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的。虽然前面有一些挣扎及适应期，可是他这边他所看到的未来的展望是非常。就如同这里的路径走起来是说可以啦，从理智跟感性，感性上是说只要找到彼此的共同的太阳，太阳牌，我就解释成是共同的太阳，因为你们现在可能各自认为的太阳的强弱度，或是喜欢的太阳的方向啊，是不太一样的。它为什么这个意思不是为什么叫做不是共同的太阳？就是你们所感受到的每一个明天的时间感是不一样的啦。甚至你们可能觉得一周的第一天是礼拜天还是礼拜一，也不太一样。它就是有一个，我觉得它有一些太阳的能量，它并不是只是讲说你们内在一些能量啊、方向感啊、方向感啊，然后什么的那个不是。它有的时候它是讲的是时间感。我现在所感觉到的就是你们对于生活的时间感都还没有同步了，还是在一个比较不同的。我觉得比较像是因为没有沟通，没有大量的内在的言语的交换，所以没有那么同步哈。那回到这里，那我把它看。这里说你们如果经历了很多的厘清，这份关系的厘清之后，成为恋人这件事情，比较像是势在必行的结果。它不是一个挑战，它不是一个要练成的，或是要度过难关，或是解一些成就之后才能变成。没有没有，他这边只是说，其实你们各方面来说，有些方面来说是适合成为恋人的，你们就差在要脱掉对彼此的既定印象之后，然后要开始试着很像恋人的相处之后，他就会自然而然就会往那里走了，而不会像现在这个状况，好像被设定成他只要在后面默默的守护你、保护你就好了。他也许觉得这样子就很满足了，可是从牌面的一个逻辑的走向来说，可以更多，可以更多。等一下哈。好，我把我想看到的角落都翻一下。好。压着这个我最后看。那从不同的角度去仔细观察一下刚刚的路径的解说，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点哈。上牌是说哈，你们在内在秘密心灵交换的次数频繁度达到一个点的时候，就次数够多的时候了哈，你们会打开一扇全新的情感上面的信任感，那它会打破你们原本设定的一个关系，它会变得很像为伍，就是为是为什么的那个为，然后伍是一个人，然后1、2、3、4、5的伍，这样为伍就是站在一起的感觉，会有比较像是
并列站在一起的感觉。现在就是你们对彼此的了解都还停在一种自以为是啦，自以为自己知道你了解了多少，他也以为这样，尤其是他太以为他认识了你，那你这边也有不足够的分享。那我只能说，上面是说你们本来就有一个很好的心灵交流的一个特别的秘境，可是你们两个好像从来都没有把那扇秘境的门打开过。它那个秘境是能够直通你们内心的一种默契，好，它好像可以突破或打破一种你们可能年龄的差距，或是一开始设定好谁比较强谁比较弱，谁要保护谁的这一个界限，它会达到一个平衡的。那这个平衡之后的保障是很强、很丰沛的情感能量。也就是说，当你们越来越多内在的心灵的交换的信任跟共识越来越多之后，就可以打开那一个情感的泉源。你们就会发现，其实你们应该要在一起的。它有一个钥匙，还有一个锁，它有一个锁要打开。下面就比较，这边有提示说，如果有各种烦恼，尽量去分享，尽量去跟他分享，不要觉得是他的负担，因为这是一个让他理解你的非常好的契机。这样，记得也要去跟他挖他的，因为他那边会更难说出自己心里的一些喜怒哀乐内心话，所以才说要交换。记得我说的是交换，那交换的初期就是你要多给予，他才会吸收。可能是你给3次，他会换来1次，这样要慢慢的交换。那你们之间的猜想跟共识吧，共同话题，还有一个对话的语言模组会比较越来越类似。简单来说就是越来越听得懂彼此心里的声音，不会总是都以为从表面上去猜测，然后都有点失真，都猜得不对。那这边也有说，如果以爱情或是金星的能量的方向，你们其实是有差不多的爱情观，所以在爱情的方面其实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你们对于什么是恋爱，在一起要什么样子的想象其实是差不多的，跟上面还蛮吻合的。它就是一个本来就有的默契，本来就能在一起的。前面就已经讲了，从各个角度来看，就是你们可以在一起啊，为什么没有这样？那在某一个宇宙的角度的各种经验啊、智力啊、智慧的总和的结论来去看你们的关系，它的解答是能够生活在一起的，是能够好好生活在一起的。解答是这样我只能说，可惜今天这张牌是你在看啦，他没有在看啦。其实这张牌应该是要让他开窍的因为他现在把这个关系守得很死啦，就是很难突破。那选择1号牌的人，你可能很多人应该也不太知道到底是谁，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引舞者，默默的守护你这样。那这个没办法，只好等他自己突然想要再往前一步才有可能。那已经知道的朋友，记得要去多跟他内在的心灵的交换但是也是有一点难度的也有一点难度的。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目前你们2个人之间有一个要往下一个境界的那一个能量，还是被锁住的。他现在那一个能量没有办法帮助你们在这关系有什么立刻的变换，但是有那一个能量留在那里，要等着去让你们2个进入新的关系的时候有一个持续力，可以发展出很多不错的，就是在下一份关系里面的很多事情。也包括恋爱的时间的长久，这样是有很强的能量在等着。只是以现在来说，那个能量还是处于备用状态，没有得用那它还在比较远的地方等待
只能这样说。所以以这个感觉来，时间感现在来说的话，就是坦白说啦，坦白说，主主动权跟控制权在他身上。这份关系要不要有新的突破，或是维持现状，都在他身上。其实我们看牌的人没有办法做太多。那今天我们看牌的话，表示这个意识这个神秘的意识我们已经知道了，那只好多多的有点类似像宇宙许愿的方式，把它丢到空中，然后可能心里想说，这个守护我的人，拜托拜托，你能不能在我面前现身，让我好好看看你，然后让我们好好试着看看能不能在一起，不要这样子默默的守护我，不要仅此而已，要更多。我们来试看看，差不多这个意念出来他可能才会在某一次的做梦啊，或是遇到其他人的故事的时候，他才会有所开窍好，那就这样这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好，那我们接下来看选择2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谁在默默守护你那我们除了把它揪出来看他是谁之外，我们再来看看你们未来的恋爱的可能性因为通常这个方向感，我是希望找出你们未来成为恋人的可能性啦。好，我们来看一下。好，那我们从比较最靠近我们的一些物质世界的讯息来看但是我们其他的部分的讯息也是来把它捕捉一下那等等好，然后我觉得好像还有一些等等，就是这里好像有一些能量的分支是可以被翻出来的，我们来翻。好，这里。好，来，我们先看。权杖9，你们之间有一个蛮明确的阻碍、城墙、关系，反正现在是有一个挡住你们爱情发展的事情但是那个事情我不确定是什么啦，因为我觉得它有可能是一份关系。因为我通常都觉得是关系，是因为这份关系已经界定了你们的距离，譬如说同学、好友、同事可是他有一个强弱问题，就是可能是你的主管，他有可能是老师跟学生可能是大学的，也许你们年纪很近，但是有一些职位的问题，有一些伦理的问题，这个距离就产生了这样。那这一组出来的，我觉得这一个卡得很明确，为了佐证这个，我先看一下，要进入未来的方向的牌是，结果是节制牌耶。这里的答案是，这一个锁住你们朝爱情方向的这份关系是有解方的，而且也在你们没有主动去要解决的路径上，它其实有在慢慢的以时间的节奏在进入一种很好的协调。白话一点就是说，你们在一起你们不能在一起，只是现在这个状况，未来是有机会的。只是这一份关系的突破应该不容易，会带来蛮多的烦恼的，所以还是一样一件事，你们当然可以在一起，可是可能会有惹来蛮多麻烦的。这一题我就会讲的比较直接一点，因为他的讯息太直接，你们也知道我解牌会特地专注捕捉正能量。那这一题确实负能量这个此起彼落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所以我必须老实说，要在一起也是可以在一起，可是烦恼会蛮多的。但这只是3张牌，那我要把它分类起来烦恼的来源都在于外在，你们自己2个人的协调各方面，你们会觉得很完美。
你们会觉得你们真的很适合，然后心里会有一点点觉得，但是也太倒霉了吧？为什么我们的身份跟关系上面这么难得到祝福？为什么我们的关系需要别人认为可以？这一件事情的重要性为何变得这么大？他会有这样子的烦恼。但是我跟你说，还没有翻完，还有很多牌哈，这只是这个初步的感觉。来，很难。你们两个要达到你们想要的那个关系，有难度，而且距离蛮远的。对于实现出来这一份关系的样子，跟你理想的状态其实都还蛮远的。这两个都说，那从这里等等哈，我觉得我要回头往这里去，我来看一下他的角度，他看待这一件事情的角度。我跟你说，现在的状况哈，只是因为我翻牌了，让你知道这一个在你旁边守护的人，如果你知道他是谁，然后你们往下走，会遇到蛮多的困难。我只能说困难哈，那是因为这里告诉你了，有个人在你附近守护你。可是实际上你还不知道他是谁，而且他也没有要让你知道。以这张牌的别的角度，就是他这一道墙，他也把他在你们关系里面挡着，没有要突破，所以他现在其实也没有让你知道他在默默的守护你，只是因为我们先翻牌让你知道有这个人，然后以我的翻牌喜欢捕捉的趋势是希望往爱情成真的方向走，好，所以你大概理解的这个逻辑。来，我现在翻的是他这个部分，他怎么看待这一件事情的？他也觉得挺不容易的哈，然后他也在找，他有一直在努力找方向方法然后他在跟你的相处的。他很认真的在跟你相处，因为他也想要在跟你的相处中找到你们关系的解放。那我需要再一张，他比你早很多就已经发现他对你的感受，只不过我跟你说，你不会感觉到他把自己包的很不明显，你完全察觉不出来是他。然后他其实默默的为你做了蛮多的事情的，然后他也没有告诉你。他在跟你的相处里面，一直不断的在找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让他很光明正大的出现在你面前，告诉你他很喜欢你这样。只是以现实的角度，我这边看到蛮多伤痕的啦。他好像很早就已经接受了很难成为你的恋人的这一件事情，可是他好像没放弃哦，他还在找。也许你会很想知道他是谁，可是我这边觉得他没有想让你知道，因为这边躲藏的讯息很多哦，躲藏的讯息很多。他觉得他只要找到了对的时机点跟方向的时候，他会自己跳出来让你知道。可是现在都没有那个方向哦，而且还有一些路径，还有一些机会，可是却把难度提得很高。哦，哎。需要有人帮忙。我这边有看到一个路径是，需要有人祝福，所以也是需要有人帮忙。周遭要有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而且是处在祝福的状态。
那他这里有一个讯息叫做灵魂的觉醒，但是我觉得这个灵魂的觉醒把责任下在周遭的人，所以我可以更加确定，你们可以在一起，可是不容易实现，因为你们现在所处的关系，裙带关系不太好。即便你们两个现在都开诚布公的知道彼此互相喜欢，然后你们想在一起，你们也偷偷在一起了，可是不太好让旁边的人知道。所以啊，这一组真的关系卡得非常非常不好啦。可能就是老板跟员工、上司跟员工、主管跟员工、老师跟学生或是谁的哥哥跟谁的妹妹之类的，不知道，就是关系上还蛮尴尬的啦。我只能说这组我是有看到你们彼此的很高的契合度啦。可是他这个结界跟这个阻挡，可能连你们彼此都没有办法接受，是以这种关系在一起的啦。那这边有说，其实这个关系似乎是浮动的。因为我一直看到节制牌在告诉我说，它就很像是一个结，一条绳子打了非常多的死结，这样。那节制牌现在在做什么？它在细细慢慢的把这个结一个一个解开。那它这个动作告诉了我什么？没有啊，它终究会有一个合理的路，你们会到达。它确实是有一条路，你们能在一起是被受祝福的，只是不好走去，不好走去，整个路径上是非常烦恼的。那它这一个路径，它其实需要有一个大改变，就是说，他把这个结一个一个解开之后，你们彼此跟你们的生活或关系都已经有非常大的改变了。所以这边在说什么？你们要走到那个可以在一起的时间点，还有一段，还有很长时间。所以他会潜伏在你旁边还蛮久的。目前还在你附近，是他能找到最好的方法。还在，没关系，我再往远一点的方向看哈。这3张我直接看。我只能说这边在说，先实际一点，先实际一点。他好像也知道要实际一点，他觉得能好好待在你身边就已经是非常好的位置了。我觉得他已经看到了哈。他现在觉得想象你们的爱情有没有可能性是一种幻觉，以现在来说能达成的几率不高。所以如果太过于去往那边思考的话，都会变成是一种妄想，太多的幻觉。他也知道，所以他其实没有一直。他其实是保持着不积极要往那个方向走的态度，所以我才说这一题就是看看谁在旁边守护你。他确实是很有责任的、很坚定的知道在你旁边慢慢的守护你就好了。可是，他待在你身边的时间越久，他内在的那个水能量、爱情的能量、爱你的能量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丰沛。所以他其实是在他自己内心的有很多挣扎了。可是从这个挣扎里面，我发现了你们之间的那一个好的爱情能量正在培养之中。它并不是朝坏的方向走。我们把它讲淡一点啦。现在你们之间的那一个阻碍，它不一定是关系，它可能也可能是个时间。那个时间现在都不好，不够好记得我说的可能不是关系，可能是时间。那为什么我都说是时间？因为他可能要先离开你附近一阵子，他要去远方的地方去读书、去工作什么的，他可能没办法在你附近了。这是时间的问题。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是，可能你们能遇到的时间不一样，他可能是上夜班的，你是在白天的。我说的时间感有这个，也有这种问题它不是只是关系，只是前半部我感觉到其实是挡在你们前面的那一个墙是关系，是给我的第一印象，所以我都着重在那里。可是我慢慢翻到这边，我发现它有一些时间感的
感受跑出来了，所以我才告诉你说，时间好像也是个问题，可能是2种2选1。好，那这个时间也包含距离，空间、时空，所以它这个有可能是时空哈。好，没关系，大家理解。我来看一下其他6张牌。6，9，给我一下哈，就再整理这个方向。我先讲一些不够顺的东西。不够顺的东西是你们没有互相，你们没有对流，就是现在他还是处在一个他个人的单恋状态，偷偷喜欢你的状态。那在理智的那一个领域里的各种解答都说不是现在，只能遥望你，然后有机会，但是需要有其他人的帮忙。而且这一个其他人不是一个新的人，而是你们2个都认识的人，而且是认识蛮久的人。有一个这样子的契机点，但是我觉得它被放在这个契机点离你们蛮远的，所以它会出现的可能性不高，但是有机会哦，只能这样说。至于如果以爱情为目标，当成一种梦想或是一个想要抵达的地点的话，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有往那里方向行走的船在帮你们往那里送去，只是速度非常慢，是个非常微弱的爱情能量，但是有，只是很慢，往那边移动的速度真的很慢哦。然后，我们要以最有爱的，只用爱来诠释你们关系的点来说，这边说那一份把你们推到爱情的能量，现在是被锁住的，是被控制住的，无法发挥，但是也是有那一个用来去执行你们爱情故事的能量有。好，这个是怎么解释？就是说，你们真的在一起的时候，能在一起多久啦？在一起多久需要那个底下的爱情能量啦？有，而且是非常强大的能量，只是还没有要用到它，还很远哈。那再来就是以宇宙的角度，包括了智慧，包括了智商，包括了经验，多角度、全面的角度去总结一个答案来定义。来观看，来给你们现在的关系做一个解释。简化的解释就是说，现在无法决定你们关系的走向。那现在这样子就是最好的，然后不要去做出决定，是要变得更多。好，保持现状就好，更多更少完全没有，不用做这决定。其实就是不要面对这个题目啦，现在这个关系就好了哈。那你们，所以2号牌的朋友，如果你有猜想到可能是谁的话，停止猜想。这样讲也不好啦，反正我就是说，你大概自己有在猜就好了啦哈。因为时间点很不好，光是他还要在你附近守卫，我这边有看到一点点的时间的消弭中。他能在你旁边保卫你、守护你的时间，可能有在慢慢的减少。我在后半的时候有看到这一个消减，它是另外一道墙它比较像是一个拉开距离的关系。所以总的来说，现在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关系的机会，但是你们之间还是有潜伏爱情的希望，只是蛮微弱的，只是没有到0而已。这样可能。我从这边看到的某种切点，我觉得你们2个的关系要换一个时空之后再看看才会知道。好，那我只能说，
这个人在你附近帮了你很多事，都是你不知道的，所以你有的时候觉得你运气还蛮好的，你觉得有些事情好像默默的就被解决了，好像你在烦恼的事情好像就不需要特别去做什么，好像就没了。在某些方面来说，是他帮你偷偷解决了，或是他靠他的影响力，或是他在帮你说好话之类的，这样子。好，那有一天你会知道他做了哪些事，或是永远都不知道。我觉得永远都不知道比较，因为他没有很在意你知不知道了。哦，好，那2号牌差不多就这样哈。听起来好像不是一个很顺利的故事，但我们还是从最正面的方向想，就是他已经给你很多了，偷偷的。好，他在很多人面前说你的好话，称赞你说你很好，或是支持你、推荐你，帮你说话，有什么之类的哦，帮你争取什么？我觉得很多，因为我在战车牌那边看到，他甚至还有可能得罪别人，为了帮你，然后你不知道而已哈。好，那就这样，那这就是2号牌的朋友哈，没关系，我们在期待更多的故事线的未来发展了哈。来，那就这样哦，谢谢你来听，祝福你。